对，我们刚刚一路讨论下来，都在讨论这一张图，为什么？因为这是香港人的愤怒，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阻拦网，这个对于制度的愤怒，尤其什么？哎，你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竹棚的事情？虽然说竹棚是无辜的，竹棚是香港人骄傲，是香港人的文化，而且这一次你也看，这次烧完了，竹棚真的都没事啊。正好这一次中国想要狸猫换太子，为什么呢？把所有的过错呢怪到竹棚身上，间接的呢把香港所有竹棚呢去除在外，他们呢才可以把大量的中国这些垃圾废五金呢全部往香港送。烧完大火之后，赵和它变成了这样子。对。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外面的布棚全部都修了了啊，都变得不见了。但我请问一下，这些竹棚哪一个受到损害了？你仔细看。对，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害，结构如此的扎实，所以各位根本不是竹棚的错。为什么？首先你看日本这个实验，对，这个是一个竹子，上面呢是所谓的铁球实验，网络上很流行。这个铁球哦，我跟你讲，这个火的高温哦，1000度，1000度的铁球，1000度的高温哦。来，你仔细看，它放在这个竹子上面，竹子有没有任何的燃烧？有没有任何的动摇？有没有任何的碳化？只有表面一点点、一丝丝那个接触面。哎，这个我们是没有停的哦，对，火还持续在那边哦，对，它一直在那边烧哦，那个漏下去，整个瞬间就牛皮哦，你自己看，所以代表说这个竹子哦，它其实它在天然里面，它叫什么？它叫天然的阻燃剂，也就是说呢，它的材料以及它的材质，包括它的纤维跟它的水分，本来就可以给它燃。哎，宇轩，你看，真的烧完了没有？就有点焦焦黑黑的，它没有烧起来啊。对，所以没有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香港都用竹子吗？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这个 skill。首先，第一个，竹子的重量呢，大概是我们讲的钢筋的大概只有1/5而已。所以呢，当你今天抬的竹子哦要去弄的时候呢，非常的迅速。所以它搭建的速度呢，大概是我们讲钢筋的6倍。而且当你要把它拆除，把这个像这个衣架，对不对？像一般是用铝啊，或者是用其他的材料，它要拆除的时候，它的速度快12倍，所以它非常的便捷。那你说为什么全世界各地都不用这个竹子呢？因为它非常困难。等于说你今天要搭这个竹棚，你要有一定专业的技术，对，要有一定的专业的技巧。所以包括 CNN 哦，还特别去香港看说，哇，这个竹子怎么那么厉害？你们怎么有办法这样搭？他等于说你就看到一个师傅，他就扛着这个竹子，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像编织一样，一路把它编上去。但我跟你讲哦，你不要以为说哦，它在这个代表说很轻，然后呢很方便，所以它的安全性很低。错了，它的耐受性跟它的承重性它分2种，对，一种叫做毛竹，毛竹的那个承重的力道可以跟我们讲的这种铝做的这种钢架来的比。那另外一种呢叫做高竹，高竹就是作为平台，所以他们都是有分门别类，所以它的承重力道基本上是可以跟钢筋比拟的。对，而且再来，其实比钢筋还强。为什么？因为你仔细看哦，竹子跟钢它有这个最大的差别。钢是什么？我们讲铝啊，哈，细细的。对，一般的这种铁质的材料是不是细细的？它很粗啊。所以变成说，你站立在上面的时候，其实安全系数非常高啊，你知道吗？过去香港哦，常常就有一些武打画面，就是这些武打画面呢，成龙对，都变成他们铁证。来看，成龙现在是不是手上拿着一堆这种竹子，对，就是这种建材用的竹子？为什么他在建筑工地嘛？有没有看到对着这些人打？哎，那是真打哦，对，要真的打下去，你看哦，开花之后就连斧头劈不开。你没有发现吗？斧头劈下去，它不会开而且它可以先延展弹性拉开之后呢，有没有？它都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所以它打完一整套，把所有人打得落花流水之后，你说宇轩这是电影效果不对，竹子就真的这么坚固。因为即便是电影效果，他在真的在做的时候，成龙以前拍电影都是真枪实弹的，所以你知道吗？甚至是我们讲巅峰时刻。我们不要讲香港的，这个大家一定都有看过哈。就成龙呢，跟我们讲一个他的警探好朋友，结果他有一幕他真的爬了。对，你仔细看哦，他在这个爬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武打戏大概3到5分钟左右，全程都跟一堆我们讲的坏蛋在那边打来打去、扭来扭去，全部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这个竹棚上。结果我讲，我仔细看过了，没有半根竹棚断掉，而且它是有弹性的。他最后一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成龙跟他的伙伴2个人吊在什么上面？吊在一根竹子上。对，这不是以前拍电影是没有在做什么特效，还吊钢丝什么的。来，你看，这是一个人，对不对？撑住了。重点是什么？他还另外又再加一个人，等于是将近快要200公斤重，吊在这边。他就跟他讲一句话，不用担心，香港的竹子非常的，这就是你说的，它所谓竹子的柔韧性，对，跟所谓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包括你像这种特殊类型的建筑物，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说，为什么他们喜欢用竹子，像这个圆形，你如果要用钢筋要在那凹，
就困难但对于用竹子来讲呢，它只要因为竹子本来就有延展性，配合他们一个独门技术，那个技术叫什么？叫竹篾。它不是用钉的，你现在用钢筋可能用焊的、用钉的、用绑的，它不是，它只要拿着我们讲的类似传统古早是用竹子的皮。那现代呢是有换类似那种尼龙那种比较塑胶尼龙绳的那一种，你看它就是这样子绑，所以你很难想象40几层楼的建筑物都是用这样绑的。然后历经地震、历经大火之后，它竟然呢还可以安然无恙站在那边。所以这个结很难打，所以它才会每一个竹子中间很扎实的，然后都是不会倒的吗？照我跟你讲，每一个师傅都是我们讲的建筑力学的这种大师。为什么？当他在设计规划的时候，他不是说只要绑这个代表说是他的单件，对。但是他今天把单件好，比如说我问你搭成这么大一个圆形，我怎么知道说这个抗力或者是这样的力臂会不会行得通？但是他有办法把它弄整个圆的，你看这个形状，对。吓死人他有办法搭得这么高，搭到这么高，还是这个形状的。对啊，它不是方的对，所以你知道吗？对他们来讲，那个高楼大厦那个是小 case， 他们甚至你看打造这个直接用竹材做到的整个圆的，而且你知道它竹子都有选过，它不是随便乱选。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讲说有毛竹跟高竹，但是呢，他们只选3到5年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竹子呢韧性最强。那再来呢，它不能直接拿去用，它要先把它风干。风干完之后呢，它的整个结构呢才会比较扎实，韧性才会好。那把这些事情都做到之后呢，你要去搭建这个，你还有所谓的棚工证。那现在香港为什么大家一直要捍卫这个竹棚？因为他们很担心说竹棚已经几乎快要断炊，它属于香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中一环。那如果说真的被中国共产党给搞掉的话，他们就头很痛。因为呢，竹子我跟你讲它其实生长速度非常快。因为你今天一根插在那边，它底下其实都是它的根系，对，所以变成就是说呢，只要一片竹林，大概都可以将近用快100年左右，而且呢，每一片呢，它大概有我想生长速度1天就可以长3英尺，非常的快。所以在这个前提的状况下呢，香港当然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文化给保留，而最后到底谁才是罪魁祸首？中国，你休想要躲过。慧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火警，我们刚刚在录影前你也说过一句话，你说从来没看过香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烧成这个样子。好，你看到现在跟这些承包商是有关的这些建案都被发现到一件事情，都跑去拆所谓的棚网。你现在在干嘛？你在毁尸灭迹吗？是，赵恒，你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点这个时间点你应该要出来讲清楚，或者是说你应该要协助去寻找，还有大概270人左右生死未卜，你应该要为整件事情在着急当中。对，怎么会你的第一个时间竟然是把其他的案子，包括屯门怡乐花园，包括还有什么黄埔维修，这个全部都在干嘛？都在拆什么棚网？都在拆棚网这一张一张都是别人拍下来的是，而且你看紧急现在屯门怡乐花园正在也是用这个聘用这个红叶工程，都在拆这个棚网。还有你看他们时间把这个怡乐花园的棚网拿出来烧，他说瞬间引燃。还有包括什么其他的黄埔维修工人也在做棚网，所以赵和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棚网。而且红叶的人知道他们的棚网有问题，所以才毁尸灭迹。你讲的非常精准。第二件事情，只有红叶有问题吗？我跟你讲，赵和，这么多有问题。我们找到了这个，我们制作单位很那个认真找到一个非常重要，我认为是目前为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看右下角有没有？你看标题红色的那个底的，你看劳工处处长。鸿福院的火烛风险较低，棚网无需防火。赵和破案了，什么叫破案了？我们在那边讨论说你是用中国的这个棚网，你是用香港的棚网，所以怎么样？错，你知道吗？原来从头到尾这一个它这个整个维修的棚网没有防火。而且是香港政府劳工处回函说，这个整个这个拉皮的，因为它不用明火，所以不需要用防火的棚网。你看，超级夸张！你看时间点，2024年10月5号。就有人在问他说想请问一下他说我们现在这个鸿福院在进行相关的维修他说
可是好像跟那个施工安全有点问题耶。结果你看它下面我们框起来那个回复，他说哦，对于这个棚网这个作用啊，它的作用在干嘛？限制物件坠下范围，保护人们不会被坠下的物料所砸到。他说，根据现场他们的一个安全条例啊，这个案子哦，并没有包括棚网或任何物料的阻燃标准。根据本处人员对该地的实地视察，该维修工程并不需要在竹棚架上进行热工序。我听了什么？它完全没有防火的功能，而且他还说里面有这个所谓的防火的这个消防的设备在里面。结果你看到画面会烧成这样吗？不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现在是你香港政府同意的。你香港政府的劳工处在2024年10月5号的时候，你回复居民说这个地方确实没有防火。为什么防火？因为这个维修工程不需动用明火。你现在在演什么啊？你去先把3个人抓起来，你自己同意人家的，这把火是谁放的？就是你李家超放的，就是你香港特区政府放的。因为早在去年就有人跟你讲，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有公安问题哦，好像没有防火哦。他说对，因为不需要防火。你现在还在演，你是加害人哎，你知道这超级可怕。所以这个香港人哦，你们已经有人在网络上发现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案子不能成啊，不能只是红叶的问题呀。香港政府劳工处上面都还有人民，所以不要跑。再来哦，你知道我觉得那个红叶哦，应该是一个惯犯，它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有问题吗？你看左边这边鸿福院的这个维修续保，就是他们要的那个保险啊，问了10家保险公司。9家没回复啊！你看，时间点是去年的11月15号，2024年11月15号，他们就要开标嘛，对于这个工程要开标，然后就开标之后，你看下面2025、2026有没有？这个，嘿，你看中国太平洋保险已回复报价，新鸿基地产保险有限公司5亿报价，安盛保险有限公司没有回复，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没有回复，中国太平洋保险香港有限公司没有回复，中国平安保险香港有限公司5亿报价，创新保险有限公司人手未能安排，没有回复跟没有意见来报价，我就是不要保的，就是不要保。可是我跟你讲哦，这个案子哦，它总共有1800多户哦，所以照理说这个是大单，你知道吗？那为什么没有人要回复？代表着你要不然就是你这个红叶有相关问题，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可能案子的这个风险，他们认为太高。兆和他们整个维修的费用是多少？3.3亿天价哎，它整个是要高达整个案子是3.3亿哎。3.3亿，你知道它不是1800多户吗？他们每户需要缴多少钱？15到19万，他们要缴15到19万的这个费用，结果缴15到19万费，你看就这里，每个要缴15到19万，然后很多人，因为他们这个是比较辛苦的那个住户，他说很多人没有钱，还要去借钱，然后来弄，结果呢，你竟然，草草了事。我为了这个钱，我还去借高利贷。就为了希望我们家的墙可以好，结果墙没有好，我家没了，都烧死了，我家人也死了，很可怕。而且你知道他们就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棚网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现在发现这个他们的每一个这个窗户哈，就是公共这个电梯这个窗户，他说全部都是用所谓发泡棉。他们不是用那一种一般正常防螨，他们连那种窗户，他就说，所以为什么它会瞬间完全堵住了，完全那个就是变成是，你不仅它会变成是密闭，所以你那个等于是内部烟囱效应，一下子着火，全部就内烧往上冲。第二件事情，全部这边有火星，对不对？对。然后火星它不是风大会飘没？火星就飘到隔壁栋的泡棉。所以才会这样子火烧连环船，所以这个绝对是人祸，而且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承包商红叶的问题，我觉得连香港特区政府都逃不掉责任。理事长，这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台湾人看了心很痛，大家都希望香港可以平平安安的，香港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今天香港我们刚刚讲到阻燃网，我们刚刚讲到连窗户都有泡棉，甚至还有什么保丽龙板都有。而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工程也非常多啊。我们今天台湾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们的法规现在有跟上了吗？
好的，那个主持人，我跟你报告一下，就是早期啊，在消防法定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窗帘是一个火灾的燃烧的媒介物，所以那时候就要求地毯、窗帘要用防焰物品。那什么是防焰？就是说这些窗帘要加一个叫阻燃剂。对，那阻燃剂的话，如果你去点那个窗帘，你用打火机去烧窗帘，烧一烧移开，通常只会有黑黑的一点。对，这个就是防焰的窗帘。如果你在你家用打火机烧你家窗帘，烧一烧移开，你家没了，这时候就不是防焰的，赶快换掉了。因为你烧的时候它就会快速往上燃烧，所以为什么要用阻燃剂呢？就是不要很快的燃烧，但是它会烧一点点黑黑的，烧一点点火。但是它不会大量的燃烧，所以这个防焰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在我们的消防法，台湾的消防就有注意到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香港这个事件啊，让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未来做外墙的修饰的时候，我们要记起这个教训，说里面有住人呐。有住人的时候，我这个鹰架在搭的时候，我外面的这个房屋啊，就不可以用这种易燃材料了。对，一定要用防焰的。再来，如果像冬天有东北季风嘛。那风那个火啊，如果烧起来，那个风一吹啊，会烧到室内。对，那我们有一些如果重要的场所，因为毕竟你鹰架跟外墙一定不可以太远嘛，因为我就是要来修外墙的啊，不可能说把它拉太远。对，那这时候有可能考虑有些那个窗户啊，有些地方可以用我们叫耐燃等级的材料，那又比防焰更高级哦，像细酸盖板、石膏板、慕斯水泥板这种具有耐燃1级、2级、3级的。它就不会造成火势往里面。理事长，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一次我们是有看到这个所谓的劣质的这个防燃网，这个直接烧进去之外，还有一个刚特别提到，在它的周边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细胶是在上面，因为他怕是什么？怕说在工程的时候啊，可能有脏污啊，可能会跑到里面去。结果没有想到的事情是，火苗就到了他们家门口，就因为这个胶，整间房子烧了起来。所以这也太夸张了，真的。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个临时的一个外墙工程，然后我有通风口嘛，对不对？然后我用泡棉，发泡棉主要是避免有间隙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用水力控，我们台湾都叫水力控，或者是防火填塞，用防火泥来弄，那第一个成本高，第二个事后如果你要把它清除，是会有比较困难的。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把源头来思考。第一个就是说，你想想看，我们施工要做管理啊，也就是说，他平常一定在个施工的时候要有人巡视，避免有火源嘛。这个防护网一定要做防焰的，火就不会向上烧啊。对，向上烧，瞬间烧上去，这时候才会往这边。如果我们今天建筑物这个是防焰，就不会往上蓝的嘛，那就不用再考虑其他这相关的这方面的泡棉了，这样比较好。如果我们一昧的说一定这个泡棉不能用一些比较特殊材料，那是不是在执行上可能会有点困难？这一点我个人用专业来提出。所以一开始的起火要注意，再来就是用这个网用防焰确实是很重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